甜心宝啊，晚上好。没有，今天没看到，就是，今天先去看了之前那个发，就是那个图片上很好看的房子，然后去的时候就失望了，史达旺，然后后面就又看了，然后那个我就说我说这个图片和那个实物差的也太多了吧，怎么样，然后那个中介就又给我找了2套，找了几套吧，反正看起来不太怎么样。然后就回来了，谢谢二哥的灯牌，谢谢二哥的为我闪耀，欢迎大家晚上好。行呀，这是谁啊？哪儿是谁？你说我背上的吗？谢谢体重不过100公斤啊！谢谢宝宝的灯牌。老铁，你知不知道很痛啊？晚上好，晚上好，三哥，别扒拉我，痛死我了！会扒拉我，你狗！哎呀，来吧，家人们，我们5000点赞开始给大家跳舞哦。它不止一爪子，这不是奶牛吗？啊，好吧，它也是奶牛吗？啊，好痛，好痛！我的天哪！怎么了，快乐听？欢迎孤红宝，晚上好。哎，其实聊天怎么回事？干嘛老打扰我直播？你说，他现在蹲在我的镜头面前，我啥也看不到。欢迎玲玲哥哥，晚上好。看到没？有印子没？应该有吧？应该有吧？刚刷的。哦吼，好痛啊！谢谢11宝的50个星光闪耀。我要调这个，你让我调一调嘛！哎呀，你就这样，我讨厌你了。谢谢11宝的星光闪耀，谢谢小心别被抓的鲜花，谢谢大裤带的灯牌，谢谢11宝的红包儿。真的，我要讨厌你了，你好，你让我。我又没有讨厌你，你是讨厌我家猫。好累啊，看房子好累啊，家人们。烦人猫咪，真的很烦。我感觉我现在背上火辣辣的疼。抽个抖币啊！然后我们5000点赞开始给大家跳舞喽。大家可以抽我们直播间的小赞。哎呦。谁要当凡人小猫咪？谁想当奶牛猫？对，你好，抓破了，我不知道啊，我不晓得，我看不见，我看不见，但是摸着不太对劲，我看不见啊。我有下播的镜子才看得见，把你好关起来，算了。昨天关了他一晚上，叫的可惨了。你当玲玲哥哥的凡人猫咪，你看玲玲哥哥愿不愿意啊？给大家发个福袋，然后我们要去跳舞喽。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舞蹈开场舞蹈，
啊，突然刺痛。一首 Queen Card 送给大家，好短呀，Queen Card 好短。欢迎 S 总啊，晚上好。算了 ，Queen Card 太短了，我们跳 Queen B 吧。Queen Card 太短了，都是 Queen， 都是 Queen。不对呀，我跳不了。来吧，来吧，来吧！大哥音乐我们左上角不带哦。Kicks, drums, bass, kick, dru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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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bass, yeah, kick, drum, b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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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eah, kick, drum, 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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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ck, drum, bass, kick, drum, bass, yeah, kick, drum, b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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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eah, kick, drum, 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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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s. I'm looking down at the dance floor. You make me sweat, just do it. No more overthinking, thinking. Look out, gonna let you catch me. I'm going down on the dance floor. You make me shake. No more overdisturbing, because I'm gonna taste you. Catch me, sneaky. Catch me, sneaky. All this b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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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h my God. Kick, drum, bass. Kick, drum, bass. Yeah. Kick, drum, ba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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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Yeah. Kick, drum, bass. Bass. Oh my God. Oh my God. 刚刚一个那个什么，那叫什么钢夹，从我的头上飞出去了。谢谢二哥的玫瑰啊，谢谢雪夜的11个为我闪耀。哦，对了，大家要是手头上有人不对，这是什么来着？是送鲜花是吗？谢谢静你老婆的11个鲜花。对，宝宝们手头上要是有鲜花的话，可以给我投扔我们的小鲜花哦。是的，我们送鲜花的话，可以增加一些相应的小热度。我声音好哑呀，是因为今天说话说多了吗？彩蛋已经开了啊，我这为什么都没看到啊？又抽风了，来个中分。我没有看到彩蛋了，谢谢有点混乱，感谢宝宝的关注。不行，这带着不好看。等我换个头饰啊！我这看不到彩蛋，都没开，不是，就是我看不到它开了。我这也没显示啊，还得是从
最朴素的猫儿。来吧，我们继续跳舞了。我的那个乱。我说不出口。对，家人们，观看时长的话可以获得免费的能量，可以帮主播充能啊。那我们接着给大家跳舞了。下面一个舞，一首这么不小，算了，跳吧。再跳个 Love It， 但我不敢跳。哎呀，来个热爱105度的礼吧，送给大家。对，我感觉是又抽掉了。Love It 万万使不得，是的，有点使不得，我有点想跳，我确实有点想跳。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痛快去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都有活力全天，再次回到最佳状态，喝一口哟。哦，你不知道你有多可爱，跌倒后会傻笑着再站起来。你从来都不轻言失败，对梦想的执着一直不曾更改，很安心。当你对我说不怕有我在，放着让我来，勇敢追自己的梦想，那坚定的模样。Super Idol 的笑容都没你的甜，8月正午的阳光都没你耀眼，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不怕失败，来一场痛快的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在这独一无二属于我的时代，莫忘了初心常在，痛快去热爱，热爱105度的你，滴滴青春的蒸馏水，都有活力全开，再次回到最佳状态，喝一口有活力全开。还有一个分儿，谢谢大家关注，耶！怎么跳了个400多的人？好耶好耶！谢谢11宝的钻石红包，好耶！欢迎大家，晚上好。那我们趁着杀人了，我们接着跳舞啊！下一首歌《小城夏天》送给大家。马上又快要到夏天了，感觉虽然最近成都这两天挺又热又冷的，说不上来，就是又热又冷的。比如说我现在有点热，800个人，真的假的？推得好快哦。金黄色的日落沉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摊开了
没控制好。来吧，家人们，3万点赞，我们蝴蝶布挤的净土送给大家啦！大家可以点点我们直播间的小赞，在直播间看主播跳舞的时候，顺便点点我们直播间的小赞哦。谢谢大家的关注，欢迎大家晚上好！喜欢主播宝宝们可以点点我们的关注哦，欢迎你们给大家发个福袋。那我们接着跳舞啊，3万点赞，给大家跳我们的极乐净土舞。널 보자마자 나 어머나 땡잡았어 Don't think twice 이미 게임 끝났어 You be my curry I'll be your rice My name is PS1 한국말로 박재상 너의 변한 눈동자 빠져서 헤엄치고 가 오빠 달린다 꽉 붙잡아 only you 나는 끝나고 시계 동반자 Hold up wait a minute 지금부터 선수끼리 밤이 아까워 다가와와 불타오르는 남다운 그대여 How you like m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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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where'd you get that body from? Where'd you get that body from? Where'd you get that body from?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Hey, where'd you get that body from?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Hey, where'd you get that body from?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m on fire Take you higher 넌 한복의 명작 난 아낌없는 buyer Don't be a liar 까고 말해봐요 I'll be your honey Never expire 낮이는 잠만 자 밤이 오면 상남자 널 보자마자 나 너무 좋아 So 네가 보면 let me down 신나는 어린 let me down 오빠가 깜빡이고 이대로 get me down Hold up wait a minute 지금부터 선수끼리 밤이 아까워 다가와와 불타오르는 남다운 그대여 How you like me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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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where'd you get that body from? Where'd you get that body from? Where'd you get that body from?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Hey, where'd you get that body from?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Hey, where'd you get that body from? I got it from my daddy I got it I got it from my Listen, 랩 받아와줘 슈퍼맨 그대로 받아왔어 come on man 신사 이길 거부하는 신사 이 구역에 미친 놈은 바로 나 I got it from my dad I got it from my dad一首 Daddy 送给大家。干嘛？正好，你把屎拉到这儿了？什么情况？我一过来就看到正好在那刨地。来，宝宝们，3万点赞是我们的极乐净土，大家可以点点我们直播间的小赞，还有我们的2000点赞哦，欢迎大家啦！晚上好，我休息一下啊，其实也还好，因为这首歌它没有太多膝盖成立，就还好。我一会儿给你们说个小故事，昨天晚上下播之后发生的小故事。谢谢我们11宝的那个红包，礼物红包，欢迎大家晚上，还有我们的1000点赞，大家可以接着点点我们直播间的小赞。
欢迎大家，晚上好。哎，我们从真的是小故事，但是我现在好了，不痛了。昨天下播之后，你也有个小故事啊？是吗？我昨天晚上的小故事，如果真的继续下去会很严重哦。一会儿跟你们讲，一会儿我跟你们讲，我们先跳舞啊！我真的是昨天晚上给我吓着了。起因是因为我昨天下播之后练了个舞，然后一会儿跟你们讲。谁有代码？是的，宝宝。极端净土好累啊，谁懂啊？全程都在用膝盖着地。欢迎大家，晚上好！来，我们下一个舞蹈3.5完第3接着带给大家吧。哦，对，3.5啊，大家可以记得戳戳我们直播间的小赞。喜欢主播的话，左上角可以点点关注，也可以给我们左上角的福袋啊。好，谢谢大家关注哦。哎呦，哎，好嘞。昨天晚上这个小故事，欢迎雷蒙德，晚上好，雷哥哥，欢迎我们 T 梦哥，晚上好，欢迎凌云哥哥，晚上好，
欢迎我们的吐司宝宝，晚上好。是因为出汗了，有的衣服就是这样子，它会透汗，那没办法呀。什么时候5000点赞1知乎了？也没有啊，我看心情啊，我都是看心情，说不定一会儿就变成1万点赞1知乎了嘞，对吧？晚上好，那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就昨天晚上我下播之后，我练了一支舞，然后那个舞它的动作，我猜测哈，可能是因为它的动作比较的激烈，就是它的脚上动作非常的激烈，然后导致了我昨天晚上洗完澡之后，我的膝盖出现了刺痛，然后并且就是我摸到右边膝盖这个地方肿了一块。然后我就在想，我说要是今天还有事情，我就要去医院里面看医生了。但是我后面我猜测多半是因为扭到了，可能是把那个膝盖拉伤了，然后热水一刺激，然后它就肿了。不是积水啊，跟积水不太一样。哎呀，我头发都打湿了。来，我们下个舞蹈3点5点赞记得带给大家。就是这个小故事。他要是在严重下期间，你们就看不到我跳舞了。谢谢林哥的鲜花。但是还好，哇塞，出了好多汗。昨天晚上喜提鬼压床，你咋的会鬼压床？你怎么会鬼压床嘞？咋的了？我的背上应该已经湿透了。啊，倒是哦，确实是湿透了。我天哪，好多汗，暴汗了，减肥了。谢谢周周好吃，感谢宝宝关注，谢谢我们黑色钢丝球花花可爱啊！来，我们3点5点赞记得给大家跳舞哦。挣扎了之后回来之后心率表，你咋的了？你咋昨天晚上被鬼压床了？好热呀，好热。让我透个肩膀，这样凉快多了。忧伤的小故事，是的，谢谢华善的关注。但是没办法，因为我要跳舞，我就得用很多时候得用膝盖撑地。有可能是跟我最近膝盖撑地太多的也有原因吧，但反正总之结果就是今天早上起来，今天中午起来没啥事儿，然后我就也没去医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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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觉得我很胖啊，你们要是觉得我长胖了，你们不喜欢的话，随时可以走哦，没有关系的。你们去看你们自己喜欢的就好，不要对主播的身材指手画脚的好吗？可以吗？主播是人，不是你们的宠物，好吧？虽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就是你们的电子宠物。来吧，我们继续跳舞啊！下个舞蹈3点5点赞，先整个不费膝盖的吧。我们来这不费膝盖的 QQ 爱不费膝盖，这没问题，这可以。笑什么？我说的不对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确实是你们的电子宠物。哒哒哒，哎，不对，这不是完整版。好热。
嗨，大家晚上好，适合我的爱，来吧，家人们，点点小赞，下个舞蹈我们4万点赞，接着带给大家，还有我们的2000点赞哦。王刚吗？你可这个，我是也不是，是也不是啊，开始海龟汤了，欢迎大家晚上好。今天我的眼睛有点肿，谢谢我们的玉秀啊，谢谢宝宝关注，谢谢我们一团大饼油，谢谢宝宝的酷盖墨镜，谢谢宝宝，好看，收到了，酷的墨镜，谢谢大小三和谐啊，谢谢宝宝的卡卡，右眼吧，有作弊神器，不害怕，有作弊神器。让我来调一下。我的眼睛最近反正频繁的一直在过敏，就没好过。有的时候左眼肿的比右眼凶，有的时候右眼肿的比左眼凶。谢谢星空的关注。哎，太难了。作弊神器。现在好了，谢谢平安喜乐的关注。看我眼睛怪要见怪不怪啊，因为我眼睛是这样子的，就是会过敏。其实本来一直都在过敏，就只是说看每天它的肿的情况不太一样。好了，现在一样大了，做了一下弊啊，对，一样大了。谢谢我们的GYM 啊，谢谢宝宝的灯牌，来家人们4万点赞，我们接着跳哦。谢谢我们茉莉之夏，谢谢我关注，欢迎大家晚上好。谢谢明日可怕未来可期，谢谢你的关注哦。大家喜欢主播的话，左上角都可以给我们直播点关注。
哎哎哎呀！谢谢绿色的关注。刚才你好抓的地方出汗了，因为汗里面不是有盐吗？盐巴嘛，然后我就感觉我现在我的背有点怪怪的，奇怪的感觉。来，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我最可爱的地方》送给大家。你喂。谢谢暴躁小羊的小心心。看我的后背，你发现是个拔罐的。啊，是的，给大家发个福袋，大家可以有我们直播间的福袋。再下一个舞蹈是我们晚点赞一首笛子舞送给大家，晚点赞哦。気づいちゃいましたか？生まれて30秒で最初に聞いた言葉は当たり前にそれ覚えてないけど嬉しかったはず。今でも大体のことは変わってないっていうかそりゃ中身は変わっていますのでその辺での評価お願い。携帯のアンテナを光らせてそれ超キュートなあの頃だって知っていたりねゆうかアンテナって何って言ってるよな。私に付き合ってくれるの好き逆にでも私のどこが好きねえねえねえ私の一番可愛いところに気づいてる。そんな君が一番すごいすごいやつが好きだ。そして君が知ってる私が一番可愛いの。私もそれに気づいた。だからそれ可愛いあれ可愛いなんてあれ可愛いそれ可愛いなんて言わないで私以外なんてやだなんてありえない。私気づいちゃいました。毎日何十秒褒められまくったお菓子は他よりちょっと甘くなるって前に聞いたそうな。さすがにそれなんか変だけど私は言われたいタイプでしてもっとわかりやすくていいんだよ。お待ちしてます願い。何してもどんな顔見せててもいつも超キュートだって確信してるのはなんだかさ知らなかったタイプの運命の人なの。付き合ってよ無理ごめん逆にでもそれより正しいよ。ねえねえねえ私の一番可愛いところをよく見てる。そんな君が本当に超ラッキーな人すぎる。そして君が何年経ってもそう思えるように私はそれに気づいた。会えない時もどんな表情知ってるかどうか気持ち悪いくらい想像しちゃうから。それ可愛いあれ可愛いよって本当に可愛いって言って私の一番可愛いところに気づいてる。そんな君が一番すごいすごいやつが好きる。そして君が知ってる私が一番可愛いの。私もそれに気づいた。私の一番可愛いところをよく見てる。そんな君が本当に超ラッキーな人すぎる。そして君が何年経ってもそう思えるように私はそれに気づいた。私の一番
家的关注，欢迎大家晚上好呀！下一个舞蹈我们5万点赞。哎呀，给大家发个福袋啊！这个歌我跳起来发现也不对，好像不能跳这首歌。因为这首歌也得那样跳。是的，谢谢大家的关注哦，欢迎你们晚上好。喂，我把什么东西关掉了？是宅舞。可是你看见我没有之前跳的那么有活力啊，没办法。虽然我也想跳的尽量活力一点，但是好像不太行。欢迎大家啦，晚上好！喜欢主播的话，左上角可以给我们主播点点关注哦。谢谢安静的做个路人，感谢宝宝关注。咱们有活力，楼下就有火力，确实是这样子啊。说一件最近让我觉得很爽的事情，但是好像也没那么爽，但是我觉得很爽，就是因为我其实每天眼睛这个地方，特别是卸完妆之后会很痒，然后呢我又不能一直去挠它，然后等我积攒到了一个一定的程度之后，然后我会去挠一下，我就会觉得那个时候特别的爽，真的好爽。我会觉得哇太爽了，但是不能经常挠。谢谢黄宇光的入场卡，谢谢大家关注，拜拜，我们下又到5万点赞了。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了？是因为刚刚有点痒，有点想去挠，但是又不敢去挠。你还是喜欢天津的我，谢谢你的喜欢哦。喂，怎么关不掉了？关掉了，吓死我！来，我们下个歌，我带给大家。粉红色的心跳，传说你的调调，这一刻的小鹿在乱跳，一见你的一秒，眼中星星闪耀，像是落入热恋星光岛。一眼也要水，不是眼睛里面痒，是眼皮痒，就是那个过敏，眼皮过敏。我眼睛也会过敏，就是里面会红嘛，也会肿，但是我的外面这个地方就是画眼影和眼线还有贴双眼皮的这个地方会起皮，然后会就是过敏嘛，它会起皮，然后会肿。就为什么有的时候你们看我眼睛不一样大，或者是感觉有的时候眼睛大，有的时候眼睛小，就是因为上面这个地方可能有点肿。谢谢杨宝的入盘卡，谢谢陈峰的灯牌。然后就是我就会去，因为这很痒，我就会这样抠，就会这样去挠它，然后挠的时候就会觉得好爽。但因为不能一直挠。谢谢大家关注哦。来吧，我们下一首歌在我们的5万点赞喽。吧。哎呀，我今天逛了一下午，就是在外面逛了一下午，然后晚上回来就是在路上，除了看房的时间，我都在逛淘宝，看看有没有什么适合的衣服可以用。结果逛了半天，就是今天看了这么久，不管是看什么，看了这么久没有一件，也就是说我感觉我今天下午的时间，今天那一天的时间都白费了的感觉。谢谢阿拼世界的灯牌，没有一件事情是让我能决定的。对，积攒一定程度去挠是挺爽，是吧？真的很爽。谢谢 beautiful， 谢谢你的关注。只能说没来灵感，也不是没来灵感，是这样子，就是很烦。怎么说呢？就是我所需要购买的，我现在需要
购买的衣服就是种类，就我视频也好，直播也好，我想买的衣服现在都买不到，都就是我看了好几件，要么就是已经结定了，就是那种买不到了，然后要不就是不卖了。看了一下午，找了好几件，找了好多件，最后都没买到，甚至于连闲鱼上都没有，就这种情况。房子也是，气死了。谢谢11宝的小星星。感觉今天一天就这么没掉了，好肿的眼睛，怎么这么肿？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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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可以继续点点我们直播间的小赞哦，下一个舞蹈我们玩点赞，还差4000哦。悠聊起天的搞完点赞了。哒哒哒哒哒哒，谢谢YOLO，谢谢宝宝的鲜花哦。灵气来了就有灵气，灵气是什么？在哪里？谢谢YOLO的鲜花。你今天的大活忙到下午3点才吃上午饭，那你会不会觉得今天的午饭变好吃了？有吗？有觉得吗？然后你告诉我没有。吃了泡面啊，那泡面应该很香吧？泡面应该很好吃吧？泡面确实那把我代表就是泡面了。我还有要跟你们说个什么事儿，我给忘了，等我想起来再告诉你。我刚才想起来一个事儿，然后我没说，然后我想说的时候，我现在又忘了。穿了什么鞋？穿了拖鞋。哒哒哒哒哒哒。大家可以点点小赞哦，我们晚点赞接着跳哦。哒哒哒哒哒哒。不是，我发现现在这个抖音怪怪的变得。晚上好，才起来，你干嘛了？才起来？太累了，今天是不是很累？然后就刚刚起床。发现这两边是不是也不太对称了？原来流量迷了点，昨天也很迷啊，昨天也很怪啊，好吧？就是这一段时间都挺怪的，昨天也蛮怪的。昨天没睡，复习了一晚上，辛苦啦！什么时候考试啊？快递验吧，有没有坏的啊？什么？为什么要验有没有坏的？买什么生鲜啦？推了2次流，差点破1000了，是吗？我最多我看到的就是700多人啊。然后你看，我要是不跳舞的话，这人马上就掉下来了。但是我又不可能一直靠跳舞，因为这流量怎么说呢？就他也不是，就是对推来的就只是看他跳舞。变980哦，哇塞！谢谢蜡笔小羊的灯牌。哇，980吗？今天？昨天最高240还是250？你咋记得我去年3000多？什么？你说在线人数吗？那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啊，流量就是这样子啊，我又不是抖音的亲儿子亲女儿，他凭什么一直给我流量啊？好像不如那个人去点赞，但是点赞始终是衡量一个直播间的标准，我知道他可能效果没那么好，但还是得点啊，不能不点啊，毕竟他还是有点赞这个东西在那放着的。因为我看他们都还是在点赞，基本上都是在点赞。
对，我就觉得点赞也还是要的，但是就会，反正变得很迷。我觉得真的自从有了这个是什么流量卡，还有这个人气彩蛋之后，就变得很奇怪。谢谢晨光雾沙雾啊，感谢我的关注。每次晚上看都没看到破200人，是吗？那就证明你来的这个时间是真好。你下次换个时间来。然后他现在是好像我看说什么就是他有现在给主播有一个什么开播奖，然后什么连续播几天，然后流量奖励就翻多少倍，我真的是看着头皮发麻。难怪主播都不能休息呢。我觉得我已经很自律了，我想要得到他这个奖励，我得更自律。哒哒哒哒哒哒，宝宝，谢谢阿谦的66张人气票。我不是一直连续播的，我怎么不是连续播的呀？我是连续播的呀，我每天。我要是比如说我今天播到2点，我就算明天不开播，我明天的有效时长也是够了的呀。我虽然说是有的时候休了1天，但是休2天可能就不能连着播了嘛。我一般休1天都是连续在播的，因为我会播到第2天的凌晨2点，就是相当于我今天的有效开播时长是1个小时。也就是说，我只要每天下播以前播到1点钟，我第2天就算是不开播，第2天的有效时长也是有的。机智头没有啦，其实我本来一开始也没这么想的。我一开始直播时间，我不一直是连续播的嘛？你的意思是我不一直是连续播的吗？哦，是啊，但是我还是达不到他这个标准啊，他这个什么流量翻什么5倍。翻什么10倍，翻什么3倍，我这样我都还是达不到啊！谢谢 YOLO 的为我闪耀，我就说这个东西，哎，把人当牛马整，大家都是同一片天的牛马，气死我！这意思曲解的，你看你刚才说的那个话嘛，你说我不是一直连续播的，对呀，你说我不是一直连续播的呀，那我就没有连续播呀。对吧？所以说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呢，这也不叫曲解吧？本来就是这个意思啊。大狗都是人上人，受不了了，受不了了。你的不是你的，不是谁的，是中华文化太博大精深了，达不到。我看我明天再，好像我看他写的是我明天再播1天，好像可以翻个3倍啥的。好像是哦，充能解锁加热卡，成长等级越高，效果越好。发起 AI 嘉宾连线1次。给我整不会了。来，我们跳舞啊，跳舞！一句话能端出好几个意思，是吧？我看他写的，我明天再播1天都能获得一个什么3倍流量奖励。还有他，我觉得他是就是，不好说，我不好说，我不评价人，我也没有资格评价。我有什么资格评价呢？
小脸，你们先稳定，我们先稳定1000人。我觉得他现在这流量我稳不了，我觉得我得，如果是比如说到了上人了，我就得一直跳，我可能才能稳定到那个人数上面，不然可能就稳不了。就我只要一停下来会掉人的。谢谢优乐的零零小脸，爱你。我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呀，但是我现在不行了。我要是一直跳，说不定就跳嗨了，然后我就忘了，然后我楼下就来了。谢谢地主家的傻子子，感谢宝宝的灯牌。刚才看就一会儿800加，一会儿400加的，是吧？就很怪，这流量就超级怪。然后留下火力全开，然后留下就世界在。我唱来着，流量一定能再做上去。借你吉言，我也希望。我现在有点担心这个问题，但是你说我有多担心吧？我好像也没有很担心。但是我是担心的，就是这个东西，对于这个东西我还是挺担心的。谢谢地主家的傻子子啊，谢谢宝宝的你最好看。但是我担心归担心，我没有到那种很焦虑的情况，就只是对于一种未来的迷茫感，对于发了家之后的迷茫感。谢谢无限弹跳免费停车场的关注，我有历史记录能回去。是吗？真的吗？那我不是能回到9000个人？开玩笑啊，开玩笑。希望我下周能看到合适的房子，在下周之前能看到，这样的话我心里面的大石头又算是落了一个人。欢迎我们这雷姆德，欢迎雷哥哥，欢迎雷哥哥。肯定的，我搬了家之后我得好好，因为我现在属于是我现在搬的这个怎么说呢，就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要求，或者是就是直播间的审美在提高什么的。我一开始刚搬来的时候，我觉得这后面哇塞好好看啊，这样就已经很好看了。但是我播到现在，我就觉得很一般，甚至于有点丑的。然后搬了家之后肯定，而且我这一次会找专业的人帮我调一下我的美颜也好啊，灯光也好，会找专门的人再帮我调一调。到时候你们就不认识我了，你说哇这谁呀？谢谢猪猪宝贝的11个为我闪耀，那倒没那么夸张啊。欢迎猪猪宝贝啊，晚上好。谢谢爱吃 offer 的灯牌，谢谢大灯牌啊！我们12点了，12点整了，大家可以那个点点我们陪伴之旅喽。谢谢雷慕德的16个为我闪耀，谢谢 Brassface 捏捏喵脸，谢谢 Brassface， 谢谢 BB 哥哥。好哦，谢谢他的灯牌，谢谢杨斌的灯牌哦。不认识不可能，哎呀，我就开个玩笑嘛。谢谢 Kevin 哥的星光闪耀，哇塞，谢谢我们猪猪宝贝的蝶舞花漏，这个花漏是真好看，它这个特效做的是真不错。完了又评判上了，我也是又评判上了，我有什么资格呢？谢谢猪猪宝贝的紫薇逆向，紫薇尔康，谢谢 Kim 哥的9个星光闪耀，谢谢猪猪宝贝的向阳而生，我突然想说成向阳生花了，向阳而生。哎，向日葵哦，向日葵还没开，向日葵好像是5月份的时候才开。现在开的是什么呀？现在开的应该是樱花和油菜花吧。你们今年还想看我拍樱花不？我感觉我每年都在拍樱花，给我拍的有一点腻了。你们有想看我拍樱花的不？哒哒哒哒哒哒哒！哇塞，紫薇花女，
还分男女啊？谢谢咖啡亮咖呀，谢谢你的灯牌，欢迎油菜花，谢谢一点点的灯牌，谢谢宝宝。4月樱花是4月是白樱了，好像现在是粉樱，应该是。然后4月5月桃花、梨花、玉兰应该也快开了，差不多。紫薇我还没有见过线下的紫薇花，我只在直播间见过紫薇花，还在网上见过，我没在线下见过紫薇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反正我没见过。有见过紫薇花的吗？这个好像不是很常见啊。就如果专门去那种花，就是那种植物园里面看，可能能看到，但是我没有专门的去研究过，没见过，我也没见过紫薇花。我有很多花都没见过。我那天才刷到那个山茶花，我之前以为那个是牡丹花，就有一个成都有一个地方有个景很漂亮，然后呢我看那个花我以为是牡丹，然后结果我看评论区他们说是山茶，我才知道有那种，因为我一直给我的印象是山茶花是那种白色的嘛，就是那种一朵一朵大概很大这么大一朵那种白色的花，然后那天我才知道有那种很粉的山茶花，就是特别粉那个颜色，在成都小的在哪条街上就说开了很好看，在一堵墙那边。薰衣草怎么样？薰衣草搁哪儿拍啊？山茶花和牡丹花挺像。不，我一直以为山茶花只有白色的，所以看到那个花我第一反应就是牡丹，我也没有往山茶花上想。谢谢拉菲的灯牌。薰衣草也不好找吧？薰衣草也只有在那种就是那种专门去看花的那种园子里面才能看到薰衣草，路边上哪里来的薰衣草啊？如果有的话都被人摘光了。谢谢守护大金毛的点赞啊，谢谢宝宝。是的，那种都是要么是庄园里面，就是专门有人管理打理的。你要是放在外面，早就被摘光了，因为毕竟薰衣草是那个助眠的嘛，助眠安神的。想看我跳舞？可以啊，我们可以把直播间的小赞点到6万啊，也可以给大家跳舞的。或者大家如果是等不了不想点赞的话，左上角我们也有可以让油桶跳舞的选项。谢谢久见人心的灯牌，谢谢宝宝的灯牌。薰衣草季节还没有，薰衣草是几月份？6月份，6、7月份吧，好像应该是差不多。谢谢天空过动啊，谢谢关注。薰衣草是很好看的，因为它是那种大片的紫色，然后呢，它是那种就是我见过的所有的那种薰衣草庄园，它都是有那种高低，就是它会有那种反正就那种高低错落感，还挺好看的，特别好看。知道你想打特别好看，是挺好看的。而且我以前老喜欢薰衣草的，我现在其实也挺喜欢薰衣草的。我之前好像是在我小学和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薰衣草，然后就我所有的那种什么 QQ 空间背景啊，还有我的电脑，就是上初中之后不是有的时候会上那个电脑课嘛，然后电脑桌面我每次打开那个电脑，然后我就会把它设置成薰衣草的背景，包括我很早之前的 QQ 头像也是薰衣草，就是我那个时候就非常喜欢薰衣草。不过薰衣草真的很助眠，上次用了一个薰衣草的那个精油，就是它是抹在那个太阳穴这里的一个薰衣草精油，有点就是它那个质感有点像那个什么来着，有点像那个风油精，不对，清凉油，就是那个抹的风油精，就是那种像膏状的，然后它那个薰衣草精油是抹在太阳穴这里的，然后就很助眠，特别助眠。大家如果睡不着的话，也可以去试试薰衣草，包括精油或者是那种那个什么香薰机呀，那种可以试试。还可以去吃牛肉汤，在哪里啊？清明节左右，洛阳牡丹哦。洛阳白马寺看牡丹花，好多武侠小游戏都有白马寺，确实是啊，白马寺。薰衣草台偶剧很感人，薰衣草台偶剧很感人。牛肉汤，洛阳。你是哪里的？河南洛阳的。谢谢11宝的点赞啊！我其实还有好多地方没去过。就真的就是我每次有的时候我想去，因为我有看到基本上每一年都有很多博主去云南去旅拍嘛，
然后我就想说，我也想去拍这种好看的旅拍，可是我又一想，我说我都出去了，我要是去旅拍的好累啊，还不如出去玩呢。然后所以旅拍在我这里基本上没有实现过，就是因为我感觉还不如就是好好的玩一下，因为旅拍其实就玩不了了，因为旅拍基本上每天都在拍东西，基本上是没有休息时间的。你的眼里面也只有工作，也没有那些雷的景色。或许你会觉得哇哦，好好看啊，然后没了，因为你要上班，你没办法好好感受。谢谢暴雨呱呱的灯牌。我要给薰衣草带货吗？我不啊，我就是推荐一下，因为其实现真的有很多人入睡蛮困难的，就可能除非你是特别累的情况下来说，因为大家压力都很大，生活压力都很大嘛，就睡觉其实真的就不太能说，而且现在有手机这个东西，可能大家睡觉前都会喜欢刷手机，对吧？然后可能就有的时候刷到一个你会对你的神经产生，就你的大脑产生特别的刺激的一些东西，你就睡不着，不管是兴奋的还是开心的还是难过的，你总是刷到了你就睡不着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就是助眠这个东西还是蛮重要的。之前有睡过啊，好痒，好痒。痒死我了！之前有睡过那个一个什么枕头，说是那种助眠的，好像是什么木枕，就是它里面是装的那种，就是睡起来有那种颗粒感的那种枕头，但是那个没什么效果，我个人觉得没什么效果，而且睡着有的时候还觉得硬硬的，感觉我的头硬硬的。谢谢益达的灯牌，缓解一下自己，出去玩就好好玩就行。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我就是打个比方说，如果我去到，比如说我去云南，我只是单纯的去玩的，然后我看到这个地方非常的好看，我又会开始后悔，我为什么我不化个妆，不带件衣服过来拍个视频？我是这个样子的呀。陪伴之旅70%啦，大家想点陪伴之旅的宝宝们可以点点我们陪伴之旅哦。谢谢 BB 哥哥的为我闪耀。我好几年前就这样子了，就是我当初在，因为隔壁不是也是那个时候要录舞嘛，就是要录视频，也是要选景。从好几年前我就这样子，就不管是去哪里玩，我只要看到好看的景，或者是那种特别宽阔那种景，我的脑子里面下意识的反应就是，这个地方很适合录舞。但我现在脑子里面不是录舞，我现在脑子里面是录视频。然后我有的时候会夸张到什么情况呢？就比如说我上次去长白山玩，夸张到什么情况？夸张到就是我看到这个景，我的脑子就自动开始联想，适合拍现在当下的某某热点，然后呢，采用拍变装还是拍那种景色转场还是拍什么，就是我的脑子看到这个景，它自动就生成了这一系列的关键词，就是关键帧就已经在我脑子里面做出来了，就这样子的。没办法，因为当时去玩的，我也没有带别的衣服，如果我带了别的衣服，说不定我就拍了。但是我当时就是奔着玩去的。谢谢我们 BB 哥哥的99个为我闪耀，谢谢 BB 哥哥，谢谢 BB 哥哥的3个为我闪耀，谢谢我们神秘人880156啊，谢谢宝宝热气球，神秘人宝想看什么舞蹈呀？想看什么舞蹈宝宝？如果有想看的舞蹈的话，可以把我们的名字打在公屏上啊，如果没有的话，可以扣个1，主播可以帮你选我。谢谢潇洒路的灯牌。弹簧舞，我现在跳不了弹簧舞，宝宝可以换一个吗？你等我搬了家之后再来看弹簧舞，可以吗？因为我这个，到时候你可以直接过来说你想看弹簧舞，不用刷礼物，因为我现在就是我如果跳弹簧舞的话，可能会被留下投诉。但是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我也可以只给你跳一遍，也是可以的。因为跳多了的话，那个声音会比较大，就是动作会比较的激烈嘛，它动作比较大。然后就有可能被楼下找上来啊，那就也好。OK， 这样吧，我给你跳一遍啊，然后我们再跳别的。谢谢 Brasspace 的为我闪耀。穿高跟鞋在地板上跳甩奏舞。哎呀，谢谢 BB 哥哥，我这个跳一遍啊，因为不敢跳多着。最近整的有点神经质了，就是一旦让我察觉到外面就是我的。因为其实外面如果声音够大，我也是能听到的嘛，就是那个门口，就外面只要有声音或者隔壁开门，我的神经就会高度紧张。刚才也是，刚才隔壁在开门，刚才隔壁敲门，然后呢就是对，然后就开门，然后给我整的神经有点紧张。是这样子。哎，
被折磨了，也是被折磨了。谢谢 VV 哥哥的为我神药，草莓大概周四的。好的，我今天买了那个什么，我在楼下，我下去买水果的时候，然后我看到一个什么椰奶凤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用椰奶养的，他说是就是对，说从小喝椰奶喝到大的凤梨，然后我就买了，我还没吃呢，我不知道好不好吃。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说那种凤梨不用泡水，不会觉得麻醉。哇，单压了，给大家发个福袋还是？哦，豆奶。好，就给你跳一遍啊，宝宝。哎，这两天怪了嘞，昨天跳了一遍普里啊，今天跳了一遍 RPG， 感觉在楼下的那个边缘试探，开始试探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跳一首，给你来一首傲慢舞吧，好不好？豆奶凤梨，对，豆奶凤梨。一首我们的傲慢舞送给我们的神秘人，谢谢雷梦德，谢谢雷梦德宝宝的为我闪耀，谢谢雷哥哥。哎呀，应该希望楼下不会找上来吧，应该还好吧，就跳了一小下。谢谢神秘人880156啊，谢谢你的小星星，感谢你的认可，收到你的认可了。就是他说，因为我下楼买那个啪啪根儿，买那个啪啪根儿，然后我就看到他那个招牌，他有个喇叭在喊，说用椰奶养的凤梨，不豆奶养的凤梨，说是我看他那个招牌，他还写了那个牌子，上面写的是用豆奶，从小到大用豆奶养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是用豆奶教大的凤梨。然后我就买了，还挺贵的，14块钱一斤，买了半个花了我20多。谢谢 Kevin 哥的6张人气票，谢谢 Kevin 哥。但是这种噱头就能够很准确的吸引到我，就我会想买一点来试试，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那种是用豆奶养大的有什么区别？但我还没吃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区别。但他应该肯定不会麻嘴啊，因为他简介就是用很大的字写了不麻嘴，就是不泡不麻嘴。不用泡也不麻嘴，对，就是主要是好奇，也没别的，就是好奇。
但是一样的吧，就跟之前好像是这什么东西说是牛奶的水果来着？好像是哈密瓜是吧？蜜瓜，就是好像是有牛奶蜜瓜，就是我之前有买过一个，说是用牛奶从小嚼到大的一个蜜瓜，然后呢，感觉跟普通蜜瓜没什么区别啊，没什么区别。豆奶和我跟你说，凤梨必须尝尝，是吗？网上有个小朋友跟我很像，是吗？叫什么名字啊？万一真的是用豆奶喂的呢？那成本也太高了吧！虽然豆奶也不是很贵，但是肯定比水的成本高啊，毕竟是豆还有奶呢。反正我以前买过就什么牛奶浇的，或者是那种就是特殊的水，就是什么就是那种就打比方说，但是有机蔬菜确实能吃得出来区别。就是那种特别是水果啊，蔬菜倒是吃得出来，水果真的我不太能吃出来有什么区别。但是你要说有机蔬菜的话，还是肉眼可见的还是有区别啊，还是看得出来的。谢谢青灯红橙客啊，感谢宝宝的灯牌。细小小的爱情，一瓶豆奶喂1亩地凤梨。哦，就是从小用豆奶养到大的，然后只是说可能滴了一滴，每一块1亩地滴了1滴豆奶，每天滴1滴豆奶也算，然后用1瓶豆奶喂完了300亩地的凤梨，也叫从小用豆奶养大的。你有点新商家说的了，真的吗？你有查到吗？它那个名字就叫豆奶凤梨。口味差不多，不知道，还没吃呢。希望它不要让我失望，只要它是好吃的就行。我也不期待它跟普通的凤梨味道差别有多大的，它只要不酸就可以。韩宝爱跳舞，用豆奶茶有大的啊，那也有可能，也不是不可能。韩宝，这跟我很像吗？爱情里。我们从不啊，这哪里像我了？这一点都不像我好吗？这哪里像我了？这像在哪儿啊？一点都不像。就像那天某一个晚上，哎，不是某一个晚上，是某一个下午，忘记了，就是某一天，不像啊，一点都不像。就是 Tim 哥给我发了一张小孩的照片，说长得跟我好像，然后我说像在哪儿了？我说不像啊，一点都不像啊。他说像啊，我说不像啊，像啊，我说不像，这不像，笑死了。之前吃芒果小番茄是黄色的，真的有淡淡的芒果，真的吗？就是那种黄色的小番茄吗？谢谢欧维，你不要猜，谢谢宝宝灯牌啊，真的吗？那我下次高低得买着尝尝。我看现在那个番茄就是出了好多颜色，那天我看到什么4色小番茄拼盘，就是在那个，因为那天想吃那个甜瓜，然后呢我就去那个说起来这个上次十一宝买的那甜瓜还没熟还没熟，然后买甜瓜，然后就看到了一个什么4色小番茄拼盘，就是他现在出了好多颜色的小番茄，但我都没买过，没吃过。2人转像不像？像。没熟，摸着他那个，因为他有教程，他让摸那个屁股，就是摸那个屁股，摁一下屁股，如果软了就是熟了，可以吃了。然后我每天路过那儿的时候，路过我的餐桌，我都会去按一下他的屁股，然后发现他还硬硬的。谢谢蜡笔小羊的灯牌，笑死我了！每天都会按一下别人的屁股，虽然说人家是水果吧，但是想起来也好怪哦。谢谢 IU 点赞。我座椅
吃不过来的水果，就是我最觉得我觉得最吃不过来的水果，就是买那种猕猴桃，就是一箱一箱。因为猕猴桃如果要买的话，你在线下水果店买的一般都很贵嘛，然后你就会在网上买那种一箱一箱的猕猴桃。然后呢，猕猴桃它是真的放很久它的才会熟，就是你在网上买那种猕猴桃，真的要放很久才会熟。然后呢，我每一次买那种一箱，它可能里面有个12个或者是16个这样子，就会比较多。然后我每一次发现它软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吃。然后可是我觉得我每天都吃的够多了，我可能每天都会吃3、4个，但是它一般第2天它就坏掉了，很多猕猴桃就坏掉了。除非是那种你把它拿出来，然后分开放，或者是放在那种苹果、香蕉里面，或者是拿到冰箱里面冻着，可能才不太就是不会一起熟什么的。但我这个人比较懒，我也不会说把它拿出来分开放啊，我一般就是放一起熟了再一起吃。每天骚扰一个香瓜，确实是。你是发时间长搬家不方便？不会放1个月吧？不能吧？他寄个什么瓜得放1个月才能吃啊？不能吧？多少有点太过分了。那太过分了。但没事，实在不熟就采用物理催熟啊，去买2个香蕉给它放在一起啊，再买2杯大奶茶，然后那个奶茶袋子够大，可以把香瓜放下去，再放2根香蕉，包熟的。还有草莓也是，但是草莓还好，草莓我会冻冰箱，就还好。我上次不是买那个车厘子嘛，我不是买了5斤车厘子嘛，然后我没吃完之后，我就是剩了大概有10几20颗，就它不是有那个车厘子不是有一个大盒子嘛，我是一起给它放进冰箱里面的，然后它剩了，我当时吃了剩了10多个20几个，就是在那个最下面，然后我当时忘记了，我过年的时候没想起来，还没吃完，我就给它掩，就是给它外面我给它放东西，然后它上面盒子上面也放东西，我就已经忘了有这个没有吃完的车厘子的存在。然后我昨天就这2天，我收拾冰箱，然后我说这是什么盒子，怎么在我的冰箱里面？然后我一拿开，就是那个车厘子，哇塞，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形容，就是还会流水儿。就他把那个我冰箱，就他下面那个是纸箱子，都不只是长毛了，太夸张了，我不知道怎么跟你们形容。对，没眼看，真的没眼看，我搞忘了，因为我又不是天天做饭，我有时候会忘记开冰箱，就包括我之前买的那个，就是我也很好奇啊，就是那个光明的那个蓝色的尖尖屋的那种酸奶，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就那个酸奶线下卖很贵，就是那个一个光明的蓝色盒子的，一个尖尖的一个酸奶，那叫什么酸奶我忘记了，就是在那种什么火锅店、串串店都会，甚至于那个小卖部都会卖11块5或者是10几块钱的那种酸奶啊，就很贵。然后呢，我就在网上买，那网上它就卖的比较便宜嘛，我在网上买，它的保质期比较长。光明酸奶，对，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卖这么贵。我也觉得其实它好喝的，但是也没有说在我心里面它也不值得卖那么贵哈，就是线下嘛。然后我就在网上买，然后我也是前天收拾的时候发现它已经过期了，还有2瓶没喝呢。但因为我有的时候贵的抠大的35啊，抠大的35，反正很贵。那个酸我不知道它为什么这么贵，但是有平替啊，就是有相同的酸奶，也就是差不多味道的，比它便宜很多，对吧？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卖这么贵，我到现在其实也不太明白。但是他在网上卖的，就是我上次在抖音刷到的一个好像是什么工厂吧，还挺便宜的。然后我就买了一箱，一箱里面有12瓶，6瓶12瓶，然后我喝了还剩2瓶，然后我又忘了放在冰箱里面，然后我也没有勇气打开它，因为它有点胀胀的，它就有点鼓包了，我也没有勇气打开它，然后就直接扔掉了。走出去打个鼻涕。你担心瓜长毛人？不会，我每天都会骚扰它，我每天都会看一下它的，没有，还是硬的。
因为它外面有那个网状的那个，就是防撞的那个像水果套的那个什么网状的那个东西，然后每天都是扒开他的衣服，然后摁他的屁股，好，然后又给他盖回去。Hello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咱们这边打 PK 吗？那玩一把吧，玩一把准备下了。好，你想玩什么？可是我这个才艺我输了，就是画脸啊或特效啊什么都可以，行吗？那我再找找吧。好，行，好嘞，拜拜。钥匙。不是，我很好奇，他们这种输了，就是也没有别的，就带个特效的这种，就真的会，对，这不是很无聊吗？对，这带特效不是很无聊的事情吗？你好，打把 Hello， PK 你好，可以啊，这边玩什么？什么都可以，5分钟，过程不尔，结尾盲盒。可以。你连吗？好。闭麦啦。好。哇，感觉他脾气不是很好的样子，感觉他有点凶凶的。来吧，来吧，打起精神来！谢谢凌云哥哥的50个星光闪耀，来我们首发还有17秒钟、16秒钟哦。大家可以把我们的小票上在我们的首发上，毕竟现在是双倍时间。谢谢我们雷梦德的点5花喽，谢谢 Kevin 哥的星光真爱，谢谢11宝的50个星光闪耀。刚刚那个声音音量突然提高了，然后吓得我又压回来了。我现在只能平淡啊。万一，哎，幸好楼下是，也幸亏是那种中年人，可能对直播什么的不太感兴趣的那种。如果真的是换成那种我楼下住的本来是那种爱看直播的，那有点完蛋了，他有可能天天在门外偷听。谢谢三哥的11个为我闪耀，谢谢雪夜的11个为我闪耀。虽然说我门口安了那个监控，但是他可以不站在监控画面里面，他就能听到我的声音。上次我妈来找我的时候，就是说她那个电梯门到我家楼层了，电梯门一打开就听到我的声音了。我说我声音有这么大吗？她说不是，因为你声音穿透力比较强。年轻的可能得刷看看是谁。对，是的，我觉得会的。谢谢凌云哥哥的星光闪耀，谢谢凌云哥哥，谢谢11宝的闪烁星河，谢谢岁月如歌的灯牌。来，宝宝们，我们众筹一下，过一下这个加成呀！谢谢11宝的50个星光闪耀，谢谢凌云哥哥的星光闪耀。哇，好多星光闪耀！你们是在开那个陪伴之旅吗？我都念不过来，一点念不过来啊！这么多星光闪耀。谢谢猪猪宝贝的为我闪耀，谢谢三哥的鲜花。来，宝宝们，我们还差500多的 PK 值啊，我们把这个 PK 过一过，把这个加成给它过掉。谢谢猪猪宝贝的2个为我闪耀，谢谢 Kevin 哥的星光闪耀，谢谢猪猪宝贝的为我闪耀，谢谢11宝的星光闪耀，谢谢凌云哥哥的星光闪耀，谢谢凌凌哥哥的50个星光闪耀，谢谢 Kevin 哥的星光闪耀，谢谢猪猪宝贝的为我闪耀，是在点那个吗？谢谢猪猪宝贝的4个为我闪耀，谢谢猪猪宝贝的为我闪耀，还差12个 PK 值，宝宝，谢谢11宝的星光闪耀哦，还差3个 PK 值，3个呀，谢谢11宝的星光闪耀，谢累了，其实也还好，可以一直谢，也不是不谢。闪耀任务 double 了，又涨价了，闪耀任务又涨价了。谢谢11宝的星光闪耀，来家人们，我们现在1.5倍加成时间哦，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小分往上传一传。现在是3倍还是1.5倍啊？今天没有显示3倍，可能只有1.5倍。昨天好像显示3倍了，但我们加成没过掉。有什么小礼物想送给优童的话，可以上在我们的1.5倍上啊，可以帮我们的优童稍微往上多打一点分。
毕竟现在是我们的首胜，首胜可以集双倍，变成一个任务可以一个人50个可以做2次。谢谢 Kevin 哥的星光真爱，谢谢 Kevin 哥，真的爱你。谢谢11宝的加冕皇冠，这个也好看，这个好看。那做2次任务是不是那个奖励也会翻倍，还是说他的奖励没有翻倍啊？他如果翻了倍的话也还不错。他搞这些操作只会让我觉得是不是他要没落了？翻倍哦，那还行。这其实也是一种变相的贬值，就是你看，像以前没有那个新手户的时候，16级还蛮难的，现在16级都比之前容易多了，也算是一种变相的贬值。谢谢三哥的爱的纸鹤，谢谢朝歌孤月的灯牌。而有这是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腾空的魔幻。麻烦你们有没有想让对面小姐姐干啥的？有没有？本场 PK 感谢我们的11宝，谢谢我们的 Kevin 哥，感谢我们这个玲玲哥哥，谢谢我们雷哥哥，感谢我们的三哥哥，谢谢我们猪猪哥哥，感谢我们的雪夜宝儿，谢谢我们万能的浩总，感谢我们的 IU， 谢谢我们朝歌孤月，感谢岁月如歌，谢谢天天送。好，喂 ，Hello， 你好。做什么？会唱歌吗？唱歌不是很专业。没事儿，给大家来一曲吧，来半首就可以。哥姐们，我又要唱你们要吐的歌了，听到吐的歌。踢的好看，踢到钢板了，哥姐们确实很猛。我找一个啊，我唱啥呀？是这个伴奏吧？我稍微把声音放大点啊。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除了你，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OK， 好久没唱了。好的，唱挺好听，太专业啊，不难听。走了，拜拜。好的，拜拜。这个卡。然后我现在又变大了，哎，我怎么变到上面去了？能感到一丝丝情意，所以我把歌词，哎，这什么歌？写成诗句，这什么歌？一笔一画，风动风起来袭，飞燕归去来袭，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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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啥歌？啥歌呀？
什么歌呀？对，我突然想到的歌。谢谢一大坨正好啊，谢谢你的灯牌。一天我曾在第一次呼吸张快。今天的你好，怎么后来就不捣乱了呢？他变了，他变得我陌生了。我要带他去做绝育了，我等他这一次发情结束要带他做绝育去了。哎呀，也终是要绝育了小猫咪了。不绝望到未来。Birthday， 来吧，11宝，你选唱歌、喊麦、跳舞。我觉得你会选唱歌，但是那首歌不行，因为我唱不好。哎，好痒，好痒，哦，好舒服，哇，好舒服。就是你们可以摸摸你们自己的眼皮，这个地方是软的，我这个地方现在是硬硬的，就摸着会有一层很厚的皮，因为我一直在不断的过敏，然后就导致这个地方它有点那种增生，就是会变得很厚，好舒服。那一首歌不会点，行，那你点吧，你要点什么歌？你说，那我放心了。你说，他要是性格变了，那就可能变得跟正好一样。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刷到一个撸猫的视频，就是狂撸猫的那种，然后我就把正好抱过来，按着那个方式撸了一遍，然后他就生气了，然后他就会无力的反抗，我就给他一直抱着，不撒手，就一直抱着他，然后他就一直很凶，然后在那儿一直低吼，但他也没有挠我哈，反正就很凶。麦吧行，然后家里摊着2头猫，对，家里摊着2头猫。居然不按套路出牌，这真的没想到啊！欢迎乱宝，晚上好。耶，用夹子音唱这个，这个是什么歌啊？这个名字叫什么？我刷到一个视频，这是什么歌？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一开始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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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啥歌呀？好熟，但我不知道名字，我从来不记名字。我这人真的听歌，就是不管是就是看剧还是听歌，不太会记名字。好，这个哎，但是这个这不是伴奏啊。一人饮酒醉 DJ 版，直接搜吧。一人饮酒醉 DJ 版。有歌词儿啊。DJ 版伴奏，说爱你蔡依林是吗？一会儿我们放一下。谢谢鱼子酱的为爱发电哦。这个也行，但是好像不太一样啊。怎么没有啊？就这个吧，就这个，听得到吗？播放哦，换一个程序找这个歌，因为这个声音有点小。一人饮酒醉 DJ 版伴奏。
就这个，可以点5吗？可以呀，可以。这个语速有点快哦。啊，来吧，谢谢小康康的灯牌。没卡上啊，重来。西瓜、南瓜、哈密瓜，你是我的小傻瓜。苹果、芒果、火龙果，你是我的开心果。腰疼、腿疼、胳膊疼，哎呀妈呀，脑瓜疼。天灵灵，地灵灵，让我爱你行不行？长城万里永不倒，我还年轻你未老。千山万水总是情，不知世事怎么行？谁在水水谁在游？爱你不需要理由，天有情地有情，让我爱你行不行？为你痴，为你狂，为你哐哐撞大墙。等一下，出现那句是啥？这个是。水在流，云在游。水在游，水在流，云在游。我说我刚刚念的好像是水在游，然后我后面就看的不太对，绕口令。水在流，云在游。南瓜、蜜瓜，我真的好喜欢吃瓜，就是瓜类的。再来一个吧。就是比如说什么黄瓜、南瓜、哈密瓜，还有什么甜瓜啊、倭瓜，都还挺爱吃的。谢谢12345啊，感谢宝宝的灯牌。我不知道为什么，还冬瓜我也挺爱吃的，就是带瓜字的我都好像都没有什么。苦瓜我也喜欢吃，其实我喜欢吃苦瓜，想不到吧？冬瓜丸子汤，哇，我跟你讲，我做的冬瓜丸子汤可好喝了。谢谢 ALMO 啊，谢宝宝小心心，水在游，云在流，对，就挺我喜欢蜜瓜那么多，就是刚刚不是念到南瓜嘛，念到南瓜那些的，就是我瓜类都喜欢，都挺喜欢的。水果的话，哈密瓜、西瓜，还有什么瓜？就是反正瓜类我都蛮爱吃的，因为我发现我身边很少有喜欢吃南瓜的呀。欢迎小杨睡不着，一口一个小傻瓜。哎呀，小傻瓜，别这样。小傻瓜，哎，你这个小傻瓜，真是的，怎么能这样呢？谢谢小杨小二郎啊，谢谢你啊，灯牌。哥哥的腿不是腿，塞纳河畔的春水；哥哥的背不是背，保加利亚的玫瑰；哥哥的腰不是腰，夺命三郎的弯刀；哥哥的嘴不是嘴，安河桥下的清水；哥哥的手不是手，浓香淡雅的美酒；哥哥的笑不是笑，美味诱人的山药；哥哥的眼不是眼，鲜美多汁的甜点；哥哥的唇不是唇，沙沙可口的虾仁儿。谢谢洛洛的灯牌。不是，我还没有看到你这句话呢，我都没有看到你夸我，我还没有看到那儿呢，我没有。谢谢木欧的鲜花啊！刚拍完理财白塔啊，真的吗？来，挽回一下形象啊！挽回一下形象啊！哎，还是要挽回一下形象的啊！来，把形象挽回一下啊！彤彤好，彤彤妙，彤彤让你没烦恼，彤彤把你当个宝，而且彤彤还会对你好。彤彤思想觉悟高，是个可爱小甜宝。出去逛街和约会，彤彤不会让你掏钱包。虽然彤彤比你可爱，但是不会把你骂。彤彤气质也很飒，可萌可爱还可辣。彤彤不会把你渣，前提只要你爱他。快把彤彤带回家，事业有成一路发。彤彤乖，彤彤好，彤彤招财又进宝。
彤彤让你没烦恼，而且彤彤还会对你好。彤彤非常懂浪漫，衣品好还会打扮。如果错过彤彤，那就是你最大的遗憾。彤彤没有坏脾气，不把感情当儿戏，可奶可萌还可甜，是超有气质有魅力。彤彤不会把你渣，前提只要你爱他。快把彤彤娶回家，事业有成一路发。啊，行了，忘掉了，周一回来了。哎呀，干什么嘛？好的，吃吧。我这怎么了吗？这你超不过10秒。布灵是我布灵在干嘛？谢谢quality的灯牌，谢谢 UD 的灯牌，笑死我了。是那个，是那个。覆盖前记是吗，哥哥？突然甩你一脸布灵，怎么样？还喜欢吗？正好哥哥。怎么了吗，三哥哥？三哥哥怎么了？为什么要覆盖前记呀，三哥哥？这个可爱鬼来压床，可以啊，你等着，一会儿就来压你床了。一会儿我抱上正好，让他把正好放在你胸口上，然后我就回来。正好还是很重的，想知道我是长发还是短发？我是长发宝宝。谢谢小歪呀，谢谢宝宝灯牌。但其实11哥听过暴龙8脸吗？啊？11哥哥听过吗？听过暴龙8脸吗？11哥哥。真的吗？你是真的看见了？我去，我勒个豆！你有没有放几遍金光咒啊？这个记忆覆盖不了了，你需要覆盖什么记忆呀？三哥哥，不可以覆盖记忆哦。有呀，我们直播间有暴龙8脸的11哥哥。你要不去那个什么，你要是看见的话，建议你去那个庙里面去逛逛，也不是去逛逛，就是去对去逛逛。你是不是得找过桃木剑？不用，你找道士啊！你桃木剑不是道士的吗？那不是道教吗？你看你信什么教？你只听过18脸是吗？没听过暴龙8脸呀？那怎么办呢，哥哥？这么甜的记忆不覆盖了，是吗？原来你们都喜欢幼童这样呀？可是这样幼童会被骂耶，会被骂说太假啦。谢谢提问哥哥的点赞。其实也不一定啊，要是我一直这样夹习惯了的话，应该也不会觉得有啥。但是我现在还没有习惯一直这样夹着。哎，
道刚刚的海麦喜欢播放的可以珍珠这些东西。就喜欢家的种，真的吗？你们喜欢这样的幼童啊？其实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我没有见过，没有真正见过说的那种，就是因为我也有周围有朋友会看到那种就是人影，或者是之前有朋友跟我分享过嘛，他在晚上走路的时候会看见那个树上有一个坐那个树枝上坐了一个老婆婆对他笑，然后因为我们俩当时一起的，然后他没说话嘛，他那一路上他其实挺沉默的，然后他回去之后他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看到刚才那个树上有个老婆婆在笑？我说没有啊，我没有看到啊。但是就包括说什么鬼压床，我好像都没有被鬼压床过，只被猫压床过。现在每天晚上都被猫压床。当时不说就对了，对他没跟我讲，他后面跟我讲，然后我就会觉得我勒个豆，然后还会有那种就是有人跟我说他之前好像是在回乡下的时候，然后开车嘛，然后在那个乡间的小路，就是前面有一个人影，就是真的是那种黑黑的人影嘛，因为又是晚上，然后当时急着好像是回老家干啥事儿，我不知道，他没跟我讲，他就跟我说，他说看到一个人，然后他就突然就感觉自己，他是怎么说呢？他就感觉自己没有，就那一瞬间就没有在开车，就是他都没有意识自己在开车了，就可能是被影响了还是什么的嘛，就是那一瞬间就感觉动不了了，就真的就是开着车动不了了，然后也没有感觉自己在开车，然后大概是而且那个人影他一直跟着，就是他车在开嘛，然后那个人影一直在往前面移，好像差不多持续了2分钟之后，然后他惊醒的，1分钟还是2分钟，然后他就惊醒了之后，他就在后怕嘛，因为当时就一身冷汗，然后说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开车，然后自己动不了，我勒个豆，好吓人啊！然后脑袋轰的一下就压床，你是不是在梦里面啊？你只是没有看到，你是自己在做梦啊？被夺舍了，有可能。小时候我从小到大就没有碰到过这种东西，我只是听别人讲过。又要说起那个故事了，就笔仙啊，又要说起这个故事了。谢谢提亚诺，谢谢宝宝灯牌。对，我也觉得你可能是在做梦，靠正气。那包的，你们那个体制内那多正气啊！掐自己一下试试呢。哎呀，好痛啊，小杨哥哥，你陪我，好痛啊！多出去晒晒太阳，有点分不清了，确实，我觉得有可能是在做梦，其实，但是做梦也不对，这也不对头，但我觉得应该不是醒着的，我觉得你应该是在做梦。喜欢你的吧。之前他们有去玩过，就是我没玩嘛，当时我有朋友他们去玩密室，就是我其实很爱玩密室，剧本杀我倒是不是那么爱玩，但我挺爱玩密室的。之前他们叫我没去，然后他们就去玩了一个，就是会在那种游戏里面，就是会在那个密室里面玩笔仙的那种类型的密室。我勒个豆，他们是真敢玩，然后他们好像玩了的，然后那天吓死了那天给他们。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之前是有的。是有可能，但是梦到这个也不正常，也不太正常。哇塞，谢谢奢念，谢谢我们奢念宝宝的比心兔兔。奢念想看什么呀？奢念哥哥想看什么？奢念哥哥，
我其实一直对这些东西，我生日大家聚的时候可以去玩密室，那人啊应该也没那么多，也可以啊。那万一人太多了怎么办呢？应该没有一个密室可以容纳20个人了吧？都可以点，可以啊。你想点什么？你先说嘛，你想点什么嘛？你先说嘛。如果是你们都在，我想去试试那个重口密室，我不敢去，我不敢去重口密室，去不了一点啊，微恐的我都不太行，我会很害怕。就虽然说我个人很喜欢那种什么悬疑推理啊，包括我看这种恐怖的东西其实都还好，但是一旦遇到那种线下，就是你让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我就会非常害怕。傲慢五啊，行，好，谢谢苏打老婆的灯牌，密室都没玩过哦。但是，一旦带恐怖元素的密室，我进去就是个废人，真的。之前跟他们一起玩过那个微恐的密室，然后因为其实我玩密室的话，如果不带那种恐怖环节的，其实我脑子还挺好使的，就至少我可以在这个密室一大半的谜我可以自己解。但是，一旦加入恐怖元素存在，或者让我一个人在那种阴暗的环境里面待久了之后，我的脑子就不行了，我脑子用不了一点啊，就题解不了一点。你怕追逐环节？哦，他们那种就是靠追逐啊，重恐什么的就是靠追逐。但是我之前有玩过那种非常劣质的微恐密室，一会儿跟你们讲，我先跳个舞。恐怖时三哥在啊，三哥怕吗？三哥，不要说这会儿不怕，然后呢，到时候一个二个躲得比我还快啊，那就很尴尬了啊，同志们。不过 NPC 倒霉了，真的假的？遇到单线微恐任务，你也是个废人啊！一会儿跟你们说，我玩过的2个微恐密室，我玩过的其实就是带恐怖元素的，我其实玩的不多，一般都是陪他们去玩。我真不行，我遇上恐怖的我真不行，我行不了一点。LXXXXXXX， 欢迎宝宝，好久不见啊！想看什么舞蹈呀？我们的 L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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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谢谢宝宝微信豆豆哦。想看什么舞蹈呀？哎呀，我之前我们还在天津的时候玩过一个天津的密室，微恐的密室。要是你不知道的话，可以扣1啊，我们的 LXXXXXX， 谢谢宝宝的小心心啊！你要是不知道想看什么，可以扣1，我可以帮你选哦。好久不见哦，欢迎回来。呀，谢谢我们 L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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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宝宝的热气球，祝我们的 XXXXXXX
X 宝宝在2026年好像都没跟你说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祝你在新的一年里面所愿皆得啊，宝宝。好的，想看什么？想看什么舞蹈？想看什么呀？你要是知道歌名打歌名啊，你要不知道想看什么，只是想看幼童跳舞的话，可以扣一啊。幼童可以帮你选哦，哥哥，幼童可以帮你选哦，哥哥。之前在天津的时候有玩过一个微恐的密室，那天是为什么去玩微恐的，我搞忘了，反正就是去莫名其妙的就去了一个微恐的密室，然后进去我就后悔了，门一关，然后全黑的时候我就后悔了。但是那个微恐密室，它房间做的不错，但是它就是它的那种微恐是纯靠人工吼，你知道吧？就是那种惊吓，它不是那种恐怖，就是不是会让你觉得你浑身汗毛立起来那种恐怖，它那种恐怖是纯靠吼，就是那种纯吓，就时不时的出来吼一下吓你一下的那种。谢谢小杨小二郎啊，谢谢宝宝的小星星啊。那种久了之后就其实就没什么意思了。就那个微恐密室，我一开始进去其实蛮紧张的，后面就还好了，后面都还好，真的还好。谢谢我们 L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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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啊，谢谢宝宝支持啊，感谢宝宝又一个热气球。要看什么呀？想看什么呀？有没有想看的舞蹈？还是说你想看幼童喊麦，还是想看幼童唱歌？都可以哦，都可以的。讲话嘛，哥哥讲话，哥哥。然后我上次在成都玩的那个密室哦，但是那个在天津玩的那个让我觉得最吓人的地方是他中途有拿那个电锯，知道吧？就是那种会发火光的那种电锯，就那个时候就蛮吓人的，就是他会拿电锯来追你。要派出一个人和女鬼关在一个隔间里，哇了个豆！谢谢诸葛天宇的灯牌，谢谢诸葛。LXXXXXX 想看什么呀？都没有讲话，一哥哥，你是讲话了吗？因为没有看到你打字，可能被吞掉了。我先坐一下哦，弯着腰有点累累的。你要是不知道想看什么，也可以扣个一啊。然后可以批对。然后我之前在成都玩过的一个微恐的密室，而且是那种中式主题的密室，哇，那个有点吓人，好像是在一个什么，就是那种以前中式那种是赌场吗？还是什么宴会？就我进去的时候，它是在一个宴会厅里面，然后就解谜嘛，然后解谜就进了一个客栈，好像是。然后客栈里面不是有很多扇门吗？然后他就要去，就是在全黑的环境下面去听里面的人他在说什么。宴会有饭吃吗？我去的没有，我去的还没有那么高级啊。是那个描述下面是有饭吃的，但是我去的那个没有饭吃，可能因为如果是那种再高端一点的，可能就有饭可以吃。他们有那种沉浸式的本啊，就是那种玩2天1夜或者3天2夜的那种，然后他会纯黑的环境下面去听那个房间里面的人在说话嘛，然后解谜。然后当时是我们后面进了一个新娘的房间，然后进去了之后，然后他就说，好像是我忘了剧情大概是个什么样子的了，反正就是需要一个人走到那个纯黑的走廊上面再去听，那就是第2遍再去听一下说的是什么东西，只能去一个人。然后当时是因为我们几个其实都很害怕，因为中式恐怖真的有点受不了中式恐怖，而且还是在那种新娘的房间，然后地上还有一只绣花鞋的那种，哇，真的那种是汗毛倒立。当时我说那我不去，我去不了一点啊。然后当时我忘了是谁去的，反正我完全对这一段记忆是缺失的，真的很恐怖。关键是他出去的时候，所有的灯都是暗的，就是房间里面也没有灯，只有那个绣花鞋，他给了一个那个红光灯，还有在那个就是那个婚床上面有那个灯，然后除此之外，就我那个地方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然后绣花鞋还叫你穿上。
那就太恐怖了，没有叫我穿绣花鞋，那太恐怖了。然后后面是真的单线任务了，后面就是他在那个新娘的床下面是可以开的，就那个婚床是可以打开的。然后我们从那个婚床下面下去了之后，然后就是我们当时是去了4个人，当时是在那个一个灶房里面，然后要在灶房外面说要召唤什么东西，拿着那个铃，然后东南西北每个角要各站1个人，然后要念一段那个什么天干物燥小心火烛什么之类的，要念一段话。然后我当时的那个位置，因为我当时在想我到底站哪儿，然后我站的那个位置后面刚好是那个花轿，就是新娘子那个轿子就在我后面，我当时不知道，其实不知道，因为是纯黑的环境，出去之后灯就全黑了，然后我们4个人分开站的，我身后就有个花轿，对，就是突然跳出来一个人，从那个花轿里面出来追我，给我吓的，我当时就原地蹲下了，我当时什么都没看，我直接原地蹲下抱头，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真的好吓人。就是我还没有念完，我只念到天干物燥小心火，然后我逐字都还没念完，然后后面那个花轿突然冲出来一个人，哇了个豆，给我吓着，那个真的给我吓着了，好吓人。然后我就蹲下了，反手就是一拳。我要是能做到就好了。可是那个中南下我其实很害怕，因为我其实真的有点受不了这种，又是中式恐怖又这么吓人，然后我当场就蹲地上了。然后他还有那种非常恐怖那种阴森的音乐嘛，我反正当时我后面反应过来的时候灯已经亮了，然后是他们过来找的我，然后没啥事儿，我后面就不知道了。我就是那一段记忆其实也是缺失的，就是我对于在那种恐怖密室里面我被吓到的环节，其实我都是记忆有点缺失的，我甚至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我又感觉到他从我后面那个人从那花轿里面出来。我是后面复盘的时候知道的，当时我只知道后面有个人出来了，然后后面亮了之后我站起来，我才发现我右边是个花轿，然后我们还在那花轿里面找线索。下断片，对，这真的是下断片了。小心火，我没有挨我都没有说这个，我都没有说哎我操，我是当时真的直接就是小心火，然后就我是手上拿着那个铃嘛，我是直接把那个铃扔了的。直接扔的，我是直接往前面扔。我为什么当时不往后扔？我不知道，反正我当时就是手里面的铃往前一扔，然后就蹲下了，然后就完全不知道了。谢谢蝙蝠的，你最好看啊！谢谢蝙蝠。然后其他的，我觉得只要不要让我做单线任务，其实我还勉强吧。虽然会被吓着，但是至少说不会被吓得很厉害。然后中途还要好像还少人了，我记得我们玩的时候，但幸好少的那个人不是我哈，好像是在那个是在那个走廊还是在哪儿，就是那个纯黑的走廊，两边都是房子的地方，然后好像后面灯亮了，我们出去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就他不在那儿了，好像是哈，他当时不见了。然后后面是在那个灶房里面，就是我们从那个婚房下那个床上面爬下去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了。谢谢 WECKY， 谢谢宝宝的灯牌。手上有东西你不丢他脸上，那不是狐狸吗？被吓着了，哪想到这么多呀？真的是当时就是已经被吓懵了，我当时很害怕，因为一个人等我得念那一串词儿，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吓人了。然后我还得去那个，就是还要去时刻注意周围有没有什么东西出现。本来人在黑暗的时候，其实那个感觉就挺明显的，因为你看不见嘛。不过在游戏里确实一切恐惧都来源于火力不足。你们玩过那个《赶鬼实录》吗？或者是那个女鬼桥？哎，女鬼桥其实我不能说女鬼桥还好，反正对我来说都挺恐怖的。但是我觉得《赶鬼实录》比女鬼桥要吓人很多。但是我只是看过实况哈，我没有敢亲自玩过啊，不敢玩。我只是看过实况，但是我玩过深入后世。你被朋友折磨的，有人突然搭你肩，你都要回来哇，真的假的？那也挺好。我不行。我觉得现在当那种就是恐怖密室里面的 NPC 还挺有被打的风险的。说实话，因为有的时候人被吓到了，确实会
会给他一拳啊。但是我不是这种哈，但是有的人确实是会，对，就直接应激了。我还想起来一个有点好，也其实也不是好笑，就是我记得在我们上是初中吧，那个时候是初中还是初中，好像是我高一的时候，然后当时有收到一个邀请，就是去一个舞会，就是当时是万圣节，然后收到了一个没有说你不要对号入座，然后当时就是在一个那个万圣节，就是去一栋，我记得是一栋大厦，但是我忘了在哪儿，反正在成都。然后一栋大厦里面的一层办了一个什么万圣节的那个舞会，然后呢，当时是每个人都会戴那种面具嘛，但是我当时想的是都是那种面具，就真的是那种舞会，就是那种很正常的那种面具哈。但是我当时忘了前缀是万圣节，然后当时我就跟我朋友一起去了嘛，然后去了之后，我其他的印象都不是很深刻，因为时间很久了。我记得最深刻的一幕就是有个人，然后他戴了一个很恐怖的那种头套的那种面具，就是头套嘛，然后是有点像那个《生化危机》里面的那种僵尸、丧尸的那种面具，就是很恐怖的一张脸，反正。然后他当时就是，我不小心跟他对了一眼，然后他就跟着我过来了，然后我就一直被吓得后退，因为那个时候我其实我也很害怕，然后我就一直退。然后退到后面有个椅子，我就这样摔下去了，然后他就一直离我很近，然后我就用手就是这样，就这样，然后就这样，然后就抵着他的头，就这样抵着他的头，然后我还抓了2下，我都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我抓了2下，是那种就是那种硅胶的软的，然后他好像被吓到了，他就直起来，然后这样别有深意的看我一眼，然后就走了。那是我觉得我，但是我当时确实是被吓到了。但是从外人看起来，如果不知道我心理活动的话，会觉得我胆子好大。但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真的是就摸他的那个头套那个位置是抓了2下。谢谢老六的灯牌，谢谢洗啊，谢谢宝宝的灯牌哦。你被拉黑了哦？真的假的？真的呀！谢谢轰天烈地罗三炮啊！谢谢你的灯牌，哇塞，好久没有看到罗三炮了。谢谢夸夸好美哦，谢谢宝宝。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可能跟鬼屋什么的都无缘。因为我进去之后会失忆，我真的会失忆。之前在那个成都欢乐谷的时候，然后就是非得拉着我们，当时就是对，非得拉着我们一块儿去那个密室。然后我进去的时候，就是我就这样弯着腰，拉着前面那个人，就这样弯着腰，闭着眼睛。对，他跑路了，是的，他上次好像也没看就走了。谢谢雨弄的灯牌。然后我的印象止步在我捞开帘子，我就是捞了一下那个帘子，然后这样拉着前面那个人的衣服，然后弯着腰低着头，然后我就对这个鬼屋失去没有任何印象了。我甚至于中间听到什么声音，然后走过什么路，怎么样的，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一点印象都没有。所以我真觉得我这辈子可能跟什么鬼屋什么的没什么太大的缘分。就算是我进去我也会失忆。经常去并且应激了，你说 NPC 应激啊？下次你陪我去鬼屋，你会一直保护我的。不，跟我一起去很危险的。就是我可能会，但是如果我知道我前面是个女生还好哈，但是一旦让我知道我前面是个男生，就有点可能会被我，我干过什么事情呢？我干过掐，干过踹，干过推，干过拉，就是拉，就是这样狠狠的拽，这种情况都干过。但是最常见的还是掐，因为真的很吓人，很恐怖的话会用力嘛，然后有的时候夏天又没有穿那种短袖什么的，然后就抓着他的手，然后就开始就是指甲就开始这么嵌进去了。
但是如果我知道前面是个女生的话，有可能我有可能会不跟她去了，我一定会选择在一个男生后面。然后要么就是如果我跟着他进去了，并且他非常大胆，我也只会比较忍耐性的拉着他的衣服。但是如果前面是个男生，有点惨，只能说有点惨。这不是你好，对，就是他。对，我每次进鬼屋基本上都是断片，就除了那种可能，拉着拉着发现变成鬼了。呀，别说了，开始害怕了。变成鬼了是真的有点害怕，但不会，因为我如果前面有人，我会一直牢牢的抓着他的，死抓他，我不会放手的，我不会放的，因为我知道有些鬼屋进去之后，他可能会让你做单线任务，而且他是看到谁害怕，他就会让你去做，就会更让你去做单线任务。所以我一般进鬼屋就是死死的抓住前面那个人，一定不会放手，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我都不会放手的那种。等出来前面的人亲一块嘴一块。是的，之前有一回就是啊，我都跟他们说了，当时也是一堆人去那个欢乐谷玩嘛，我都说了，我说别让我去，我说让我去你们要遭罪，然后说哎呀没关系，给你抓给你掐，没事的没事的。然后我前面那个男生出来之后，他那个手上真的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但是我对于我进去鬼屋真的没什么印象，真的，我进去就直接断片了，因为我一直闭着眼，非那种特殊情况我不会睁眼的，就是如果说有那种很高很高的梯子需要爬，我可能会稍微的这样睁个，就是虚着眼睛爬，我就不会完全睁开，除非那种情况。但是鬼屋里面其实很少这种，鬼屋里面都是那种窄路，或者是那种就是比较平的路嘛，都是那种路。所以我就会一直牵着前面那个人，然后低着头弯着腰，就这样弯着腰低着头，90度弯腰低头闭着眼睛，就这样一直把前面那个人拉着。然后我也不会发出什么声音，因为我觉得发出声音会让人觉得我很害，就是会让 NPC 觉得我很害怕，然后他就会过来，因为不是谁更害怕就会逮谁嘛，就会吓谁嘛。然后我一般就是表面上看着除了弯着腰低着头以外，其他时候还挺冷静的，因为我不会叫什么的，但是就会一直开始掐呀什么之类的。拉拉的起头一回头是个丧尸的脸。NPC 给了前面的人戴着头套，你们好过分啊！别这样。NPC 从不抓队里的头尾，不会抓的，会抓尾巴。我之前有一次当过尾巴。哎，这么说起来，其实我还是去过挺多回的，但是我对于鬼屋真没什么印象了。就是我除了对那种片段有印象之外，就是我没有完整的记过任何一个鬼屋里面的情况，就不记得一个鬼屋都不记得，因为我只要被吓，我就会忘记这段记忆，就属于是真的是那种被吓断片了，还是会吓尾巴的。我有一次就是尾巴。然后是我真的深刻的记得，当时就只记得那一段，就是从房间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站到最后了，就是我前面，因为我一直拽着我前面那个人，然后我前面那个人走到倒数第2个了，导致我成了最后一个，但是我也没有跟他换位置，我想的是就因为就走一段路就到下一个房间了，然后当时就是我们出去之后出了房间嘛，因为那个房间里面的鬼是穿着那种病号服，你知道吧，就是躺在那个床上的，然后当时穿着病号服，就是躺着穿病号服，他也没就是在里面吓了一下，就是突然坐起来，然后就叫了一下这种，我对于这段印象其实蛮深刻的。然后就出去了，出去之后，我当时就在最后面嘛，因为着急的走，因为后面那个就是那个人其实一直醒着，那个鬼一直醒着的嘛，我们想走，然后他就从那个房间里面追出来了，然后我就那个时候我叫了，我说快点跑，我说有人，快跑！然后他们加速了，但是因为我是在尾巴上，然后后面那个人后面那个鬼他就抓我，他就这样扯我的衣服，因为当时穿的是那种 T 恤嘛，然后他就这样扯着我，就这样扯我的衣服，你知道吗？给我吓坏了。我就只记得这个，然后后面什么的我又不记得了。你虽然也害怕，但是一直是打头的。你们男生是不是都这样子啊？就是如果是哈，让你1-2个男生，然后带着4-5个女生去玩鬼屋，然后其实有可能你们自己也很害怕，但是你们不会表现出来。跳出来个鬼把前面的小伙子吓一跳。
断片很正常。我反正对于这种惊吓是受不了一点的，就是这种身临其境的吓。但是我其实对于那种游戏也好，还是那种就是鬼片也好，其实都还好啊。但是只要让我线下亲身经历，我就不太行。我真的不行，不是很真的行不了一点啊，都不是什么不是很行的，真行不了一点，硬撑罢了啊！真的啊，你们原来都会硬撑啊？啊，都是这样子的吗？所以原来你们也会害怕呀？我以为很多男生是真的就不怕的，就是天生的不怕的啊？真的吗？壮着胆上。你也害怕，你要抓着我不放。那最好最安全的状态是前面一个人，后面一个人，然后我一直死死的抓住前面那个人，然后后面那个人最好是也不要松开我，就一直抓着我不松开，全程不松开。其实这样也蛮安全的，但其实一般情况下不会一直全程这样给你机会抓，因为会有人出来吓你。但是我会啊，我会一直抓，我不管被吓成什么样的，我会一直抓前面那个人。谢谢点赞，谢谢宝宝。因为真的会有，而且我就是之前在一个鬼屋里面，就是我弯着腰，然后抓前面那个人，然后中途就突然感觉到有个人在抓我的手，就是这样，就是他两只手嘛，然后我不是这样的嘛，跳在我的左边，然后一只手就是这样抓着我，然后另一只手在掰我的手指，然后想让我把前面那个人放开，然后我就把前面那个人，因为当时抓的是前面那个人的衣服嘛，然后我就真的拽的超级紧，然后我就这样，我说我没说话嘛，我就这样，意思是让他走，然后就一直这样，然后他好像掰了大概有1分钟，觉得无果，然后就换了一个人，然后把我们分开了。走着走着多一个人少一个人都挺恐怖的，那确实很恐怖。其实恐怖就是鬼屋主要是靠黑暗，会靠那种黑暗的环境嘛，因为在黑暗里面其实人的触觉会变得比较灵敏啊，但是我受不了，对，我就是受不了。我知道它的原理，可是我就是受不了，而且我也知道它其实不是真的，但我就是受不了。谢谢 H 总的灯牌。就是什么呢？我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去玩过长藤鬼校，就成都好像长藤鬼校还蛮出名的吧，在春熙路那儿一个那个长藤鬼校的一个鬼屋，他们都去过，而且甚至于我被邀请的不止一次，不止2次，就他们每次就是那种几个人或者是人多的时候聚餐聚会的时候，然后就会想说，哎呀，结束之后要不要去玩一玩鬼屋什么的，然后就会想到那边有个长藤鬼校，要不要去玩一下长藤鬼校什么的。然后我说你们去，我在外面等你们啊！就我甚至于去那个地方在外面等，我都等了3、4次了，但是我从来没进去过，因为怂，因为不敢。黑暗的空间里面恐惧会被放大，确实是。我听说他那个成都那个长藤鬼校，就是说好像你如果购买他有那个护身符，然后它不是就感觉是你一个安全的凭证嘛，就是鬼不会来吓你。但是我听他们说，如果你买了那个护身符，说不定不一定会有概率鬼会吓你，吓得更夸张，就是他专挑那种有护身符的人吓。你在成都女仆店请小姐姐拍数到3被拒绝了，那很正常啊，因为其实真正的川渝人在骂人之前绝对不会跟你说老子数到3，绝对不会的，没有这个环节，直接是一上来就开骂。所以这些都是外地人，就是玩梗，或者是自己玩梗，就是这是一个梗，这只是存在于一个梗，但是真的没有人会说数到3，不会的。你现实中去过最恐怖的地方就是晚上下了班的门诊楼，真的吗？你没有去过那种什么废弃的楼吗？我去过，但是我只是路过哈，没敢进去。那种真的很恐怖，就你真的会感觉里面有什么东西在那儿，就那种废弃的楼，但可能没有吧，可能我心理作用吧，但是我就觉得很吓人。成都的鬼屋你还真没玩过，你下次可以去试试那个长藤鬼校，因为我感觉他们好像我身边能接受鬼屋的都去玩过了。
长灯鬼校。医院都不用废弃，正常下班1期都太重啊，那确实是挺恐怖的啊，真的想起来挺恐怖的。但是晚上其实门诊的我倒也去过，但可能是因为现在值班的人比较，就是我那个时候值班的人比较多吧，还好。但是你让我想的话，我就觉得确实会很恐怖。你去玩一定带着我，我不敢进去。说实话，我真的不太敢啊。长灯鬼校我是真不敢。就我现在听到鬼屋，我第一个反应就是不去，就是给我钱我都不去的那种。关键是我进去之后会断片，就是这个过程对于我来说它是一个无意义的，就是我基本上不会记得什么事情，我可能只会有存在个就是片段那么一点点被吓的片段。我进去之后就是钱是白花了，因为我断片。被去探索，你怎么想到胆大党？我想到的是那个 Another，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我现在后面没看过了，之前我看的还蛮吓人的，我应该有跟你们讲过，就是 Another 一个动漫，一个恐怖动漫啊！我那个时候觉得好吓人，我吓得睡不着觉，真的好吓人啊！我天呐，但我忘了，我现在已经忘了讲的是什么了，但是我就记得很吓人。它那个其实是血腥，就是血腥偏重一点吧，但是它营造的很吓人，就也会有那种说是恐怖，但其实是楼梯雨伞，但它那个也有医院啊，哎，别说了，还有那个宿舍，哎，我天哪，还能不能让店家录屏慢慢的回忆？过分啊，过分！对，医院地下层啊，真的很哇，受不了。但是我好像后面有重新去看过1集还是2集。我直播打生化9，你看我直播打生化9，我跟你说，你可能看了1天，看了2天，你可能第3天来，我还在某一个安全屋里面不想出去。真的。但是生化9没有生化7吓人哈，因为我在看实况，我还没看完。黑悟空我都能打，生化9也行。不是，黑悟空至少不吓人啊，他不是没有那种会突然出来吓你嘛。可是生化9有啊。想起了在浣熊市被暴君堵在安全屋的日子。笑死！但那种下班提示1点半了啊！谢谢 Q 哥提醒，谢谢满满的灯牌。我们聊10分钟啊，下次可以早10分钟提醒我，这样让我做好下播的准备啊。我这个人一旦说话就收不住了。如果我在外地出差当嘉宾，听了当地方言会忍俊不禁。其实还好，因为我多数时候是听不懂方言的，我听不懂的，所以我真的去外地，特别是害怕打车的时候，别人跟我说本地话我听不懂，我会觉得非常的恼火。然后又万一碰上那种不会说普通话的很少哈，真的碰上那种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本地话的司机，我勒个豆，怎么沟通啊？当时被追着记住了紧急完整的地图。我当时有玩那个深入后视，我这个是我真玩过了深入后视。然后就是其实一开始就我感觉这种恐怖游戏哈，其实你要是适应了习惯了的话好像都还好，就可能你只是，如果它因为很多恐怖游戏它都是一个模式一个套路，就是
它方式是一样的，就是你如何触发这个鬼的出现和你在什么时候情况下会遇到它，就是你只要玩一段时间这个游戏之后，其实你就心里面已经有底了。很多恐怖游戏都是这样子哈，就是除了那种叙事偏长一点的可能不会，就是像比如说《港鬼实录》这种，它可能就是带一点叙事性的话，它可能就不会有这么规律。就是像一般的恐怖游戏，它其实规律性蛮强的。就你可能玩着玩着就麻木了，我是属于直接麻木的那种哈，就也不是觉得不害怕了，就麻木了，被吓麻木了，就还好。我操，嘿嘿，玩过其实我玩过其实也蛮少，因为我一个人不敢玩，我不敢玩，我真不敢玩，我得找人多的时候玩。就是我玩恐怖游戏可以，但我旁边一定得有人，一定得有人，如果没人我玩不了。真如果你们直播看我玩恐怖游戏，可能看一晚上我都还在那里不动。之前不是玩过吗？但是那个时候玩的还没出现什么那个什么小小的我，哎，孤独的我，小小的我，哎，那个什么来着？之前不是有玩过吗？玩过一点点。通常都是半夜玩。我觉得白天很少有人会想到玩恐怖游戏吧。就是也很怪，就是你知道晚上玩会更恐怖，但是你白天的时候你就是不会想起来要去玩恐怖游戏，你一般都是晚上的时候你会想起来有点想玩这样子，也蛮怪的哈，也蛮怪的。除非是那种要赶攻略的或者是打通关的那种，可能一天都泡在这个游戏上。真的，我感觉大家玩恐怖游戏都是喜欢晚上玩，当然也不是喜欢，就是会在晚上想到这个东西，白天的时候他就是想不到。等我害怕时回头一看，陪玩的人已经下断片了。那不行，那不行。就是这种游戏下断片还不至于，就顶多的就是可能我没有被屏幕里面的画面吓到，可能我被旁边的人吓到了，比如说他突然叫一下或者怎么样，我可能会被吓到。我在晚上玩会觉得游戏买的有点贵，是吗？真的吗？反正我玩恐怖游戏玩的很少，真的很少。嗨，主要还是不敢玩。啊，我挺喜欢玩动作那种游戏，动作游戏我比较喜欢玩，所以我跟一般女生可能不太一样啊。我小时候也是，别人女生很多女生小的时候喜欢，玩芭比娃娃，给芭比娃娃穿衣服。我不一样，我小时候喜欢玩遥控车，真的。就包括我现在也是比较喜欢玩那种偏动作一点的游戏，就是一定得让我自己操作的那种。就如果是让我玩那种纸牌，比如说纸牌类游戏，或者换装游戏，或者是那种就是我自己操作体验感稍微弱一点的游戏，我都不怎么爱玩。我可能玩一两天或者1周2周我不想玩了，就我还是对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动作感动作多一点的游戏。刚打完纸人，但是我很久没有啥动静啊，吓我一跳，应该是正好发愁。给女生塞个手柄，看操作溜不溜就能大概了解了。谢谢白玉成灯牌，我玩游戏我还挺溜的，说实话，这方面我还是得夸一下我自己啊，我感觉我玩游戏挺溜的，操作啥的哈。但是你如果要拼手速的话，我可能老了不太行，但是操作还是可以的，就是判断距离啊，判断时机什么的还是挺不错的。手柄溜的现实中大多开车也，但是我现在你让我去开车，我不敢开超过40码以上的，我会觉得很快。之前玩茶杯头玩郁闷了，发现自己茶杯头那玩不转，那不是手残党啊，那很正常好吗？那很正常，那是茶杯头哎，多正常啊！我又没有时间玩游戏，但是你如果说我真的有时间，我也不会想起来玩游戏了，是这个理儿。手柄不行，开车算是溜的。对，他只是说一般情况下来说，
细调查，爱的真卡还有没有副卡？也想拿起扫把在他心底写下的不真心的念头。哇，我又想起来，我那天考科3的时候，真的好惊险啊，好惊险啊！有2次吧，还是1次？好像是有2次，我差点就要给人家干过去了，都没有，因为出现突发情况了。怎么了？就是我，但是我好像有点记不太清了，可能因为比较紧张。然后就是当时考科3的时候，我就是我的那条线路出发的时候，他要先让超车嘛。然后当时我后面有一个就是后面也有一个考试车，是考试车还是模拟车忘了，反正就是后面有一个车，然后我要超车，我必须得让他过了我才能超嘛。然后我就一直等，然后等到他终于过了，我想我可以超车了，然后我就是已经转盘，就是我的手已经在那个调方向盘了。然后我就突然瞟了一眼那个后视镜，我就突然发现后面又来了个车，然后我马上摆过来。如果我再反应慢一点，就是我再晚瞟一眼，我可能就要重考了。你是考家长的时候有个考试车别你，我后面第二次就是因为我就是那条路上有很多大货车，然后呢我当时也是要变道去掉头，就是要变到左边那个道去掉头，然后呢过了6、7辆，因为我当时我是手动挡嘛，我又不想踩刹车停下来，因为我得重新起步，我就觉得很麻烦。然后我当时就开得很慢，就是车速很慢。然后呢，过了6、7辆大货车，我想大货车终于过完了，可以别过去了。然后我再一别，就是我那个时候又一别，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往左边走了，然后后面又过来一辆车，然后我就踩了个刹车。没有，不然的话我又得重考啊。还好是1把过的，不然我怕我第2把过不了。啊，真的，他当时考的时候挺惊险的，反正我蛮紧张的。然后中途不是还跟你们说，右拐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娘娘，然后骑着那个小垃圾车，真的是遇到一个娘娘，然后他看也不看，就是他不看的。然后因为我是右拐啊，可能是因为是红灯，可能吧。因为我当时没有看灯，因为是右拐，我也没有看灯。然后左边就过来了一个老太太，骑着一个娘娘骑着垃圾车，然后也不看，也不这样左右看，然后他就过去了。然后我正好要拐弯，你知道吗？当时我就在想，我到底要不要踩这个刹车？我当时那个脚已经踩了一半刹车了，然后我一看好像能过又不能过的样子，因为我如果我再犹豫一下，我那车要熄火，然后因为熄火的话可就重来了嘛，你不能在中间熄火呀，因为停到那个地方它不能停车呀，中间拐弯那个地方。然后我就心一横，然后放掉了刹车，然后最后没有撞上，不是差点就撞上了，吓死我了。其实应该也没有差点，应该隔得蛮远的，但是以我当时的角度，就是我挺紧张的。都是事先准备一包软中放在副驾上，他们说没用，就说现在考试没用了，就是你不管放什么都没用。40了，好的，那我们准备下班了。又是优童巴巴的一个晚上，差点吃国家饭了。那不至于，旁边还是有教练的啊，旁边有教员的，就是因为我当时考科3，他要是看到不对，他肯定会踩刹车。但是只要他踩了刹车，也就证明了我的成绩就零蛋了。是你闭着眼撞，那主要是考试的嘛，那也不能撞上去啊。然后对于其他的记忆就是蛮紧张的，就是我在考试的时候开车，我一直感觉到我的心跳就很明显，心跳很重，然后就不紧张，但其实没用嘛，还是很紧张。当时我记得我那个加档的时候，我手都是抖的，因为不是要去推那个手都是抖的。我也主动让路行人不合格，对啊，是不合格啊，所以得让啊。我当时是踩了刹车的，但是因为我是手动挡的车，然后如果我一直这么踩着会熄火的。
就是我有踩了，我有让了，然后我最后也没撞上，是他先过了，我才过的。幸好他如果他那个他骑了垃圾车，他再慢一点，说不定我就要重考了。谢谢小杨睡不醒，呸，睡不着，是你的特拍。好了，准备下播了。今天我拍一个比较麻烦点的视频，我得早点下。我可能要换8套衣服，家人们。哦，对，我要拍一视频，要拍8遍，然后得换8个妆造，所以我得下播了。手动挡现在是这样吗？踩停会熄火？如果你踩久了是会熄火的，是会的。而且那个地方是画了线的，就是你不能完全停在那儿，它是画的那个，就是那个线，你知道吧？就是那个网格，那个就是啊，对，那个线，那个地方不能停，那个路口是画了线的，不能停。我就只能踩，就是不能踩死啊，不能完全把车停下来。我只可以慢慢滑，但我不能踩死啊。大制作，他是小袁睡不着。哎呦，希望吧，希望是个大制作吧。行了，我准备下播了。其实每一次我这么精心的准备，最后效果出来都不怎么样哈，就是数据也不是很怎么样的，但我想拍。晚上请拍个可爱的，晚上啊。他给你我把他拍给你啊，让他睡你胸口上。谢谢咪宝宝的灯牌，可以救他了，真的吗？但是真的有东西压在胸口上，有的时候会做噩梦哎。我明天跟你们讲，我在周6的晚上，就是我那天上完活，然后那天晚上睡觉做了一个非常真实且恐怖的梦。明天跟你们讲这个梦，太真实了，以至于我第2天不是要出门吗？我倒是不会鬼压床，但是我会做噩梦，因为我没有感受过，我其实没有感受过鬼压床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但是我会做噩梦。然后那天因为第2天星期天的时候，我不是要出去玩，然后我就定了个闹钟，以至于我醒来的时候，我那一刻人都是就真的就是很夸张，就是明天跟你们讲，超恐怖。主要是它恐怖在哪儿？恐怖在它很有逻辑，并且很现实，是在现实生活中会发生的事情。明天跟你们说。好了，我准备下播了，拜拜了大家。倒数3个数，准备下播了，大家早点休息哦。主播要继续去工作啦。3、2、1，晚安，早点休息，拜拜。晚安啦，拜拜，88688。哦，8866888，拜拜，下喽，早点休息哦，拜拜。